大家好，我是龙儿。在燃气灶上放上一颗香蕉皮，作用这么厉害，省钱又实用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问题、大烦恼，一年能省下好几百。说到香蕉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到的一种水果，香甜软糯，营养丰富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热量也非常的低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生活中的老人和小孩都超级爱吃，但很多人把香蕉吃掉后，香蕉皮直接随手扔进了垃圾桶，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香蕉皮其实是个大宝贝，它的用处花钱都难买，尤其是放在厨房的灶台上，一年可以省下好几百，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。剥下来的香蕉就不要了，香蕉皮先放在一旁备用。那么这个香蕉皮到底有什么神奇的用处呢？灶台家家户户都有吧，每天我们做饭、炒菜、烧水、煲汤都会用到它。几天不清洁没有关系，但是十几天不清洁就会像我家的这个灶台一样，上面各种油渍、污渍、汤渍，看起来就让人非常的膈应。很多人为了把灶台清洁干净，都会选择用钢丝球、洗洁精，甚至是专门用来清洁灶台的各种清洁液进行清洁，但是效果都不好。尤其是花钱购买回来的清洁液，还有很刺鼻的味道，长时间用对身体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，同时还花了冤枉钱。而有朋友就会说了，我们家里面从来没专门去买过清洁灶台的清洁剂，都只会用到钢丝球还有洗洁精来进行刷洗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家里面的灶台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吸油，越来越难清洁了？这个可能和你清洁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我们用钢丝球来刷的时候，钢丝球它的表面是非常锋利的，它就是金属丝缠绕在一起，这样在刷灶台的时候就会在灶台表面留下大量的划痕，以至于后期导致灶台更容易吸附油渍和污渍的重要原因所在。尤其是灶台上面的不锈钢都会有一层不锈钢防锈层，而用钢丝球去刷洗就会破坏这一层防锈层。防锈层一旦被破坏掉，就会加速灶台锈化，导致灶台出现锈斑，大大缩短灶台的使用寿命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用钢丝球来刷洗灶台。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洁灶台的好方法、小妙招。先把灶台上面的灶圈去掉，然后准备好刚才剥下来的香蕉皮，将香蕉皮撕成几个小片，然后用香蕉皮里面去轻轻地擦一擦灶台的表面，越脏的地方就多擦几下。整个过程不用任何的洗洁精、洗涤产品，只需要用香蕉皮去擦一擦。灶圈的圈台上以及灶台的表面，我们都可以用香蕉皮去擦。在很多人的眼中，香蕉皮剥下来之后就是垃圾，没有任何用处，却不知道香蕉皮它具有很强的吸附性。香蕉皮里面全部擦脏之后，再换一块香蕉皮，继续以同样的手法来回的擦拭。平时特别难以清洁到的这些缝隙处也去擦一擦。香蕉皮里面含有天然油脂和皂苷，尤其是香蕉皮里面白色部分的这一层，具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可以有效的分解灶台表面的油脂。看一看，不一会儿，灶台上面的油脂又被吸附下来这么多。再加上香蕉皮含有特别粗糙的纤维，具有很好的吸附性，这些油渍油垢就更容易被清洁下来了。接着我们再用毛巾将灶圈上面的这些香蕉残留给它擦干净。这里用到的毛巾是用水打湿之后拧干水分的毛巾，这样才可以把上面香蕉残留擦得干干净净的。擦完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的灶圈非常干净，
没有一点点的油渍污垢在上面，是不是感觉特别神奇？我用手指这样反复去摩擦，都没有多余的油脂粘在手上面。而此时灶台上面的这个灶圈焕然一新。灶圈清理干净后，现在我们以刚才同样的方式，利用香蕉皮把灶台的整个平面也给它擦一擦。灶台最难清洁的就是灶圈，像这些平面上面清洁起来就要简单许多，直接用香蕉皮来回擦一擦，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油渍污渍已经被带走，留下的只是香蕉皮里面的果肉残留。刚才那一边的灶台灶圈上面清洁干净后，剩下的香蕉皮我们全部用来清洁这一面的灶圈。这一面的灶圈主要是用来煲汤，就要干净许多。可以看到香蕉皮上面吸附下来的油渍也没有刚才那么多。反正都只剩下这一个灶圈了，我索性把剩下的所有香蕉皮全部用在这一个灶圈上面来擦了。厨房墙角处的这些油渍也可以用到它。确保厨房里面该擦的地方都用香蕉皮全部擦到之后，现在继续用刚才拧干水分的湿毛巾，把灶台表面的香蕉皮残留彻彻底底的擦一擦，擦干净。尤其是灶台这个开关处，每一次都会残留大量的油渍，用香蕉皮擦过之后，再用毛巾沿着边缘处一点一点的去擦拭。灶圈上面也是同样的方法，每一个地方都不要放过，一定不要落下。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，灶台上面立马焕然一新。你还能想象得到这个灶台最初的时候的样子吗？是不是又脏又油又乱？但是只用了香蕉皮，简简单单的这样擦了一擦，立马焕然一新。整个过程我们没有用任何一滴洗涤产品，也没有用到钢丝球，但就是能清洁的这么干净，是不是感觉特别神奇呢？如果你家的灶台也和我家一样，经常油腻腻的，每天做完饭之后就用家里面的香蕉皮简简单单的擦一擦，比这个效果还要好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